男人不知死活地说恭喜你生了个女孩，结果下一秒就被狠狠抱摔。在印度，成年男子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生女孩，相反生个男孩逢人见面就发喜糖。而这个男人倒了8辈子霉，妻子接连3胎都是女孩，为了第4胎是个男孩，他求遍了村里的专家，等到接生时全村人比他还急，为的就是生个男孩，他们好邀功。可结果他沉默了，专家们更是尴尬的面面相觑。之所以这么执着生个女孩，仅仅是因为他在19岁时就拿了全国摔跤冠军，可父亲却在此时要求他回家做农民。为此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，可一连4胎女孩彻底埋没了他培养摔跤冠军的梦想。直到这天，邻居带着鼻青脸肿的孩子上门告状，他不由分说的就是给侄子一大逼斗。看看人畜无害的2个女儿，再看看鼻青脸肿的邻家小孩，他不仅没有生气，还让他们在他面前拿侄子演示一遍：揪头发、被打、锁喉、拖拽。看来女儿是遗传了自己的摔跤基因，于是他决定把2个女儿培养成摔跤冠军。以前一直纠结只有男性才能摔跤，现在他悟了，其实金牌不分男女。他的第一步就是带女儿去吃油炸面团，还告诉他们这是最后的盛宴，因为摔跤手不允许吃油炸辛辣的食物。随后便是魔鬼般的跑步训练，他们要每天5点起床，在父亲的监督下狂奔2小时再去上学。女儿抱怨穿裙子不适合跑步，侄子就被迫献出自己心爱的衣服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狠心裁剪。有了合适的衣装后，训练愈加疯狂，从寂静如海的街边小巷到雾霭朦胧的田间小路，从家门口的3两台阶到10里外的水上木桥，从树荫下的深蹲再到庭院里的跳绳。2个女孩就没有过停歇的脚步，高强度的训练让她们生无可恋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慈善的母亲身上。因为摔跤场拒绝接收女孩子，马哈就亲自下田割草，然后亲手搭建一个摔跤棚，在日复一日中传授他们摔跤技巧，调整姿势，目视前方，找准机会抱摔对方。为了让女儿更好的练习摔跤，他把侄子也拉入了训练的行列。就在他以为女儿的技术已经纯火如青时，与侄子的摔跤练习又把他拉回了现实。力量不够的他们简直毫无还手之力，而每天魔鬼般的训练也只是锻炼了他们的耐力。于是他决定改善女儿的伙食。他和养鸡场老板说，我的女儿在未来会成为摔跤冠军，现在我花20块买你100块的鸡，到时候人们听说我的女儿是吃你的鸡长大的，那你这边还会缺生意吗？老板一听好像确实有道理，但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好忽悠，他还是以25卢比的价格卖给了马哈。然而他绝对想不到，这将是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资。从此以后，女儿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鸡肉，摔跤能力也在一天天中稳步前进。但这时村里却流言四起，对马哈的质疑与嘲笑如同一股热烈的风吹在了街边小巷，既吹忘了晚间篝火，也吹来了校园间的妄自揣测。一时间，他们一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可笑谈资。妻子很担心这样下去女儿会嫁不出去，而马哈却说：“为了让女儿在所谓优秀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，他直接命人剪掉了他们的长发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心无旁骛地练习摔跤了。然而这却招致了村民愈加肆无忌惮的嘲笑，世俗的眼光筑起了流言蜚语的高墙。青春期的叛逆与父亲的强权戛然相撞，2个女孩决定就此起义。她们调晚了父亲的闹钟，在训练时偷偷洒水浇灭灯泡，跑步时假装受伤，摔跤时光速投降。父亲虽然愤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就当他们为这场胜利沾沾自喜时，好闺蜜的一场婚礼却让他们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在这个本该皆大欢喜的夜晚，新娘却面如死灰，思绪凝重，因为14岁的她还未来得及享受热烈的青春，就要被迫出嫁生子做饭，与锅碗瓢盆相伴，过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，甚至连新郎是谁都不知道。而这就是印度大多数女性的一生。她对2个女孩说：“你们是幸运的，至少你们的父亲在乎你们，至少你们的父亲把你们当作孩子看待。他默默忍受着别人的嘲讽和全世界做斗争，只为你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有一个能够主宰自己人生的机会。”听到这里，2人都流下了眼泪。他们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若不在摔跤上拿出成绩，闺蜜今天的灰暗就是他们不久后的将来。之后的他们不再畏惧世俗的眼光，而是一心执着于未来的远方。与生俱来的天赋搭配着持之以恒的训练，如今只需再等一些时间的沉淀，便可一鸣惊人。仲夏的风吹过了4季山海，吹过了闹市镜像，吹在这片昏黄的乡间原野，它忽而清浅，忽而和煦，吹远了来时的迷雾，吹响了未来的钟声。一段时间后，大女儿吉塔已经具备了碾压侄子的实力，而马哈也趁热打铁，带着她去参加镇上的摔跤比赛。一时间，女孩和男孩摔跤的消息传遍小镇。这场史无前例的比赛让原本无人问津的摔跤场座无虚席。为了打碎那些质疑与嘘声，吉塔直接选择了最强壮的摔跤手。他在速度和技巧上面完全碾压对方，在开局不久占据着不小的上风，甚至有机会能够将对方狠狠压制。但奈何对方身强体壮，力大无穷。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吉塔虽败犹荣。主办方甚至还特别奖励这个战败者50卢布。要知道，胜者的奖金也只有微不足道的20。虽然所有人
人都为他的出彩表现鼓掌欢呼，但输了比赛的他还是闷闷不乐。他深夜找到父亲询问何时能够再战一场。听到这话，他由衷的笑了，因为他知道女儿已经彻底爱上了摔跤。在之后的比赛中，吉塔愈战愈勇，凭借着出其不意的招式与日积月累的努力，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对手，拿下一个又一个的奖杯。一时间，他成了众人追捧的对象。那些质疑与嘲笑也在一次次酣畅淋漓的摔跤后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的奖杯与证书。不久后，他战胜了当地所有的摔跤选手，达到了邦级水平。校长也当众表扬并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。彼时似乎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但前路依旧未途谗言不可攀。因为正式的摔跤比赛要在室内进行，且有不同的规则，而当地的体育局却拒绝资助吉塔的事业，甚至连块摔跤垫都不肯提供。资金不足的他只好买来床垫充当专业摔跤垫。他细心地讲解着室内摔跤得分规则：抱住对方的腰，让其膝盖着地得1分，背部着地则得2分，给对方一个背摔得3分，5分很难，但不是没有可能。这需要将对手像彩虹般掀翻，并且同时背部着地。说着，他就要动手拿侄子示范。不久后，吉塔站上了专业摔跤赛台，也迎来了他的第一场正式比赛。在全国少年摔跤锦标赛中，吉塔势不可挡，一路高歌猛进。他曾战胜过力大如牛的男性摔跤手，这些少年组的女生又岂是他的对手？很快，他便取得了少年组的冠军。机场老板的投资也即将迎来回报。在之后的青年大赛上，吉塔依旧是一路碾压对手，毫无悬念地拿下冠军。这同时也让老板赚得盆满钵满。1年后，他步入成年组，那些波澜不起的日复一日，终究是在今日展现了坚持的意义。彼时的他横扫四方，在国内已无对手，不仅拿下了全国冠军，还一度成为了全村的招牌。侄子以为叔叔马哈会到此为止，结果他却说这只是梦想的开始。全国冠军每年都有，但只有当你为国家拿到金牌时才算成功。而父亲的梦想同样也成为了吉塔的梦想，但想要站上国际比赛的舞台，就必须前往国家体育学院训练。这意味着在梦想的中转站，父亲要下车了。或许正如张爱玲所说，人生就像一场舞会，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。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恳求教练给予正确的指导，但这真诚的请求却触碰了教练自负的逆鳞。कफ और थाई के बीच में 90 डिग्री का एंगल होना चाहिए 90父亲像个犯错的孩子不知所措的离开，然而他的离开将导致吉塔自甘的堕落。没了父亲的严厉管教，吉塔被压抑的天性在这里肆意回荡。他开始和队友一同追星，朦胧的爱意在青春的年纪悠悠飘荡，也吃上了不被允许的油炸面团。他开始打扮自己，追寻低级快乐，涂起了指甲油，也留起了长头发。休假时面对母亲的惊讶，他说父亲一直都做错了，真正的训练应该是自由随心的。即使我追星、看电影、吃垃圾食品，却依旧是国家顶级摔跤手，并且拿到了悉尼国际比赛的门票。面对翅膀已经硬了的女儿，马哈也只能无奈地说了一句挺好的。第二天，看着正在教人摔跤的妹妹巴比塔，意气风发的吉塔上前说道：“父亲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。”马哈听到后很生气，当即让他展示所谓的新招式，结果女儿被父亲一招轻松放倒。感觉丢失颜面的他说：“刚才没准备好，决心要和父亲来一场正式的较量。”比赛开始，马哈虽然占据上风，但年过半百的身体已经没了20岁的力气，苍老的身躯最终难敌风华正茂的义气。晚上，巴比塔跟姐姐说：“父亲没有输给你，他只是输给了时间。他的那套技巧也没有过时，你只是赢在了体力方面。”然而，骄傲自满的吉塔不以为然，在第二天早早的告别了这个家，甚至都没和父亲说上一句再见。
积极备战半年后的英联邦运动会，但教练却要吉塔减重参加51公斤的比赛，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否定。但父亲得知后却命令他不要减重，还亲自动身前往帕拉迪亚指导训练。他让2个女儿每天5点翻墙出去跟着自己训练，还偷偷的给吉塔提供伙食保持体重。就这样，魔鬼训练又开始了。正所谓，只有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，才配得上诗和远方的美好。这些日复一日的努力，终究会在时光长河中慢慢发酵，最后散发出醉人的芬香，驱走阴霾，留下一方净土。可他们早起翻墙训练的秘密却被队友举报，并且1个月来体重也没有变化。于是教练一气之下提议开除姐妹俩，而马哈则是将罪责都揽到自己头上。他说，孩子们只有一个错误，那就是有一个疯狂的父亲，他太执迷于为国家夺得1枚金牌。随后又拿出珍藏已久的纪念册，上面记录了2个女儿一路来的辉煌与艰辛。他真诚的道歉，并保证吉塔能够为国家揽下1枚金牌。在外等候宣判结果时，他怒骂教练抹杀了吉塔的天性，将技巧置于本能之上，无疑是自断双臂。他擅长进攻，你却教他防守。正当教练被对得哑口无言时，委员会那边出了结果，他们决定再给2个女孩一次机会，但条件是不允许马哈进入学院，也不允许他们出去。可方法总比困难多，不能进去他就反复研究比赛录像，通过电话隔空指出比赛中的不足，然后再在实战中将缺点一一改进。完美蜕变后的他变得无懈可击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终于拿到了国际赛事的门票。随着铁树银花的盛开，万众瞩目的英联邦运动会盛大开幕。比赛中教练让他防守一波，而父亲却在看台上大喊放手一搏，而吉塔则是明智的听从了父亲。最终吉塔顺利挺进半决赛，而赛后镜头却给到了看台上的父亲，这让教练的心中埋下了记仇的种子。接下来面临的对手极具攻击性，从不给人任何机会，教练让他以进为退，用进攻对抗进攻，而父亲却对他说要以防守为主，只要扛住他的进攻高潮，无法得分的他必然心态失衡，这时候才是你的最佳得分机会。因为摔跤不仅是力量上的抗衡，更是心理上的博弈。比赛中的吉塔谨记父亲的战术，强硬稳健的防守让对手无可奈何。虽然输了第1轮，但随后的比赛中对方已经有了明显的无力感，而他也在一次次的防守中尝试反击得分。吉塔扳回一城，在第3轮比赛中，吉塔被高高举起，且看他如何反击。就这样，吉塔获得了一场出乎意料的胜利。赛后，教练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，而马哈则是留在赛场研究吉塔接下来的对手。赛场上，澳大利亚选手很轻松地碾压了英格兰对手晋级决赛。采访中，他放下狠话，要在印度人面前打败印度人，并扬言早已把冠军视为囊中之物。因为在先前的国际比赛中，他曾2次零封吉塔。他忐忑不安地向父亲寻求明天的策略，但想要战胜一个恐怖如斯的对手，只能凭借必胜的信念。父亲说，如果你只获得了银牌，那么迟早会被人们忘记；但如果获得了金牌，你不仅会成为榜样，还将是带领印度女性崛起的第一人。明天的胜利不仅是你一个人的胜利，更是所有被欺压的印度女性的胜利。听到这里，他不再畏惧，眼神中充满了坚定。在随后的决赛上，马哈被记仇的教练关进了小黑屋，门上的玻璃还是中国制造，任由他如何打砸都没有一丝裂缝，甚至就连手机都没有信号。在现场没看见父亲身影的吉塔很疑惑，但比赛在即，他也不能多想。面对昔日的手下败将，澳大利亚选手显得十分轻敌。在防守中，吉塔找到机会将对手举起抱摔，取得3分领先。随后的进攻中，他不断寻找对手的突破点，并找准机会死死压制住对手。第1轮比赛，吉塔轻松获胜，而父亲的缺席让他有点心虚。再加上对方的实力本就在自己之上，吉塔在第2轮被接连压制。在比赛的最后几秒，对方找准机会将吉塔狠狠被摔，并拿下胜利。他短暂丢失的信心实力也在第2轮比赛后重拾。最后1轮中比赛，澳大利亚选手率先发难，将吉塔摔出赛场，获得3分。而后又抓住了吉塔的防守漏洞，再夺1分。胜利的天平正向对方倾斜。彼时重整旗鼓的吉塔通过灵活的周旋成功抱摔对手，扳回1分。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手的强硬反击。如今对方手握赛点，比赛的时间也所剩无几。此时曾经落水的经历在他脑海中浮现。要在仅剩的22秒里拿下5分反超比赛几乎不可能，但也并非没有可能。父亲曾经的教导此刻开始在脑海飘荡。
他站在颁奖台上，享受着自己的荣耀瞬间。彼时，国歌伴随着国旗冉冉升起。另一边的父亲在听到国歌后，已然明白女儿胜利了。一时间，所有的辛酸化为成功的喜悦，如潮水般涌来。不久后，他被清洁工发现，出门后朝着女儿的方向狂奔。而女儿在看到父亲后，扔下了手中的鲜花，朝父亲双向奔赴。父女共同的梦想终于实现。马哈说出了女儿盼望了10年的那句话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而英联邦运动会上的金牌仅仅是传奇之路的开始。从一开始籍籍无名的农村女孩，到如今举世闻名的摔跤冠军，这不仅是自我的蜕变，更是印度广大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开端。电影中父亲的强权曾被多数人诟病，有人说他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，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在当时男女不平等且等级森严的印度，大部分女性如同那位新娘一样，甚至都没有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利。真正剥夺她们选择权的并非父亲，而是那个不堪的时代。反而他的行为让女儿得到了主宰自己人生的机会。正如新娘所说，起码她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看待，这就足够了。而在生活中的我们也常常会被父母套上他们未曾实现的梦想，或是考上某所大学，或是从事某种职业。如果你乐在其中，那我便祝你能够早日成功；如果你苦不堪言，那我便愿你能够摆脱枷锁。毕竟没有蓝天的深邃，可以有白云的飘逸；没有大海的壮阔，可以有小溪的优雅。我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梦想，或是音乐家，或是流浪汉。当自己的梦想与父母的想望戛然相撞，你只需静下心来与他们好好谈谈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向走。愿你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位置、自己的光源、自己的声音。